有缘人，人世间所发生的一切，遵循着某些神秘深刻而隐秘的法则。有时候你会感觉，有些事情冥冥之中早已注定，有些连结无法斩断。有时，脑海中一个不经意的念头，竟真的在现实中引发了连锁反应，最终影响了结果。这些巧合并非是幻觉，其背后都指向一个足以颠覆我们世界观的底层逻辑——量子纠缠。只要能听懂量子纠缠，你也就看透了整个人生。更为重要的是，在最后，我会分享一个极其实用的思维工具，让你从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变为一主动的创造者，让你亲手改写你的生命剧本，开启你真正渴望的人生模式。如果我跟你说，你的想法其实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你会不会觉得我在开玩笑？但我要告诉你，这不是玄学，而是真的存在科学依据的。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刚想一个人，对方就联系你了，或者你特别希望某件事发生，结果它真的发生了。其实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宇宙规律，你发出的每一个念头，宇宙都会回应你。虽然你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确实存在。比如说，你可以大胆地许愿，我希望我喜欢的人也能喜欢我，我想明年赚到100万，我希望遇见人生中的贵人。这些愿望不是幻想，而是一种能量的投射，是你和宇宙之间的量子对话。那么这种力量到底从哪来的呢？这就涉及到2个物理概念：量子纠缠和波粒二象性。今天我们就来用最通俗的语言讲清楚什么是量子纠缠。首先，我们的眼睛能看到的世界其实非常有限，我们的视觉只能识别400到700纳米之间的光波，而整个宇宙中超过90%的物质是看不见的。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很多东西就在我们眼前，但我们根本察觉不到。我们每个人都是由能量构成的，而能量之间会互相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你一靠近就感觉特别舒服，有些人却让你浑身不对劲。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能量场，或者说气场。量子纠缠简单来说，就是当2个粒子曾经在一起过，哪怕之后它们被分隔到宇宙两端，只要其中一个发生变化，另一个也会瞬间跟着变，就像它们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线，把它们紧紧连在一起。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们的意识本身也是一种量子状态，你所有的想法、情绪、念头都是一种能量波动。当你心里想着某个目标、某个愿望时，你就已经向宇宙发射了一个信号，而宇宙也在悄悄回应你。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能看见、摸到的东西只占整个宇宙的不到5%，剩下的95%以上是我们看不见、听不到的暗物质和暗能量。所以别以为你看不到的东西就不存在。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叫观察者效应。在双缝实验中，科学家发现，当你不去看的时候，粒子像波一样弥漫在整个空间，但一旦你开始观察，
它就会塌缩成一个确定的状态。换句话说，你的观察行为直接决定了现实的样子。所以，当你许愿、设定目标、想象未来时，你在做的其实就是参与了这个塌缩的过程。你越清晰地观想出那个画面，那个画面就越有可能成为现实，因为你在无形之中把模糊的可能性变成了具体的现实。简而言之，一切的创造都是从无开始的。也许不是科学的尽头是玄学，而是玄学的尽头可能真的是科学。当你想起某个人的时候，对方可能也在想着你。意识就是量子，这意味着你有什么样的意识发出来，就会有与之相呼应的量子来纠缠。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同频共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现象。简单来说，宇宙会根据你的内在能量为你匹配相应的外在事物。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没拥有你想要的金钱、爱情或机会，别急，先问问自己，你真的在内心深处相信它会发生吗？你有没有为这个世界带来价值？外在的财富、地位、人际关系，这些都是三维世界的结果，而真正决定这一切的是你的内在能量，你的爱、智慧、慈悲和利他之心。根据能量守恒定律，你给予出去的能量最终都会以某种形式回到你身上。你帮助的人越多，产生的正面纠缠就越多，宇宙回馈给你的正能量也就越强。就像一句老话说的，施利于万物，万物必返还给你。另外，你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它可以穿越过去，也可以连接未来。你现在对一个人的感觉，可能是你们无数次灵魂互动积累下来的结果。如果你想改变现状，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那就是内观。静下心来，倾听内心的声音，觉察自己的每一个起心动念。因为真正的改变从来不是从外面发生的，而是从内在开始的。内在是高维的意识世界，外在是低维的物质世界。真正决定你外在生活的是你内在的能量状态。但大多数人在没有觉醒之前，往往把自己的快乐和安全感寄托在外在条件上，拼命追求身外之物，结果却让自己的内心越来越空虚。外在世界是无常的，如果你总是依赖它来获得幸福，那你迟早会被焦虑和恐惧包围，而这种负面情绪又会进一步限制你爱的能力和智慧的增长，让你陷入一个不断轮回的低水平人生模式。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些人明明很努力，却始终赚不到钱，而有些人好像轻轻松松就能财富自由？其实这背后真正起作用的不是能力，也不是运气，而是你对金钱的态度。举个例子，如果你的朋友炒股赚了钱，而你第一反应是他运气好，肯定靠内幕，甚至有点酸溜溜的感觉，那就要小心了。这种情绪的背后，其实藏着一种潜意识的限制性信念：我不允许别人比我有钱。当你在否定别人拥有财富的权利时，
其实也在否定自己。因为宇宙就像一面镜子，它会按照你内心真正的状态来回应你。你不允许别人拥有，你自己也很难真正拥有。归根结底，这其实是内在匮乏感的表现。你以为缺的是钱，其实你缺的是爱和安全感。很多人拼命赚钱是为了填补内心的空洞，但你会发现，即使你拥有了很多物质，那种空虚感依然存在，因为你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精神层面的成长。我们太习惯于只看外在的世界，却很少去关注内在的能量状态。再比如感情方面，如果你曾经被前任伤害过，可能会形成一个信念：男人都是靠不住的，或者我永远遇不到对的人。这个信念一旦种下，就会像程序一样，在你以后的感情中不断重复上演。哪怕遇到新的人，你也可能用旧的模式去相处，结果就一次次重蹈覆辙。所以问题从来不在外界，而在我们的内在。那我们该怎么办呢？答案就是提升你的内在能量。你不需要刻意去追求外在的成功或完美形象，只要你把注意力放在内在成长上，宇宙自然会为你匹配相应的外在现实。宇宙是最公平的匹配系统，它不会偏心谁，只会根据你当下的频率给你安排对应的人生剧本。那么什么决定了你的频率？是你对爱的理解，对智慧的领悟，以及你是否具备给予和接收的能力。你会发现，当你真正学会爱自己，理解他人的时候，你的世界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你会开始感受到别人的能量，甚至有时候能猜到对方在想什么。这不是玄学，而是你内在频率变高之后的一种共鸣。所以你的每一个念头都在决定你和什么人、什么事产生连接。你发出什么样的能量，宇宙就会送回什么样的回应。仔细想想，你人生中是不是也经历过一些命中注定的时刻？比如莫名其妙去了某个城市，遇见某个人，然后一切都变了。有些关系机会看起来像是偶然，但回头一看，却发现每一步都刚刚好。也许这就是宇宙的安排，也是量子纠缠的真实体现。说到量子纠缠，你可能会觉得这是科学家才懂的东西，但其实它的核心思想特别简单。两个粒子一旦建立联系，无论相隔多远，只要其中一个发生变化，另一个也会瞬间响应。它们之间没有时间延迟，也不受空间限制。听起来是不是很像人与人之间的感应？当你想起一个人，对方刚好也在想你。当你准备放弃时，突然有人拉你一把。这些看似巧合的事情，其实都可能是你发出的信号在宇宙中找到了回应。那问题是先有因还是先有果？是先有认知还是先有行动？传统观念告诉我们，要有行动才能改变结果，但在量子世界里，这一切是同时发生的。你觉察的那一刻，改变就已经开始了。你提出问题的那一秒，解决方案已经在路上了。就像打游戏一样，你按下技能键的那一刻，
结果其实在后台已经决定了，只是你需要等几秒钟才能看到画面反馈。现实生活也是如此，你的起心动念其实就是命运的起点。换句话说，你相信什么，你就正在成为什么。如果你觉得自己不行，那你就会一直找理由证明自己不行。如果你相信自己能成功，你就会自动寻找方法，积累资源，吸引贵人。天赋重要吗？努力更重要吗？其实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绝对，关键在于你选择相信哪一套信念体系，哪一种更能激发你的潜力，让你愿意坚持走下去。只要稍微了解一点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你就能比大多数人更早看懂人生的底层逻辑，甚至提前预判未来的方向。你开始明白，命运不是天定的，而是你一次次选择和信念的叠加。量子力学的魅力就在于它颠覆了我们对世界的传统认知，但它又真实存在。接下来，我将与你探讨为什么量子力学不只是科学家的事，它其实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命运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万般是命，半点不由人；另一种是命由己造，由心生。但你可能想不到，像爱因斯坦、叔本华这样的顶尖智者，竟然都倾向于第一种，也就是决定论。这个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从宇宙大爆炸那一刻起，你现在乃至未来的一切都已经被注定了。没错，听起来确实让人感到绝望。古典决定论之所以能让这些聪明人信服，因为它建立在一个我们日常生活中普遍接受的逻辑上：因果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我们深信不疑的道理，其实就是决定论的基石。而这个基石推导出的结论是，你的基因、家庭教育，甚至你下一秒的情绪，都只是一系列精确因果链的必然结果。这套逻辑之严密，几乎无懈可击。提到因果律是基石，这让我想起决定论的三个前提：宇宙遵循自然法则，粒子状态确定，已知状态与法则可推导未来。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我们的人生剧本岂不是从出生那一刻，甚至从父母结合那一刻就写好了？你觉得这种人生剧本的设定对普通人而言最难以接受的点会是什么？恐怕是它彻底否定了我们选择和努力的意义。比如，当有人说即便我家没钱，我也有选择好学校的权利时，决定论会冷酷地告诉你，你的这个选择背后是你父母的认知，是你基因里对好学的这种倾向共同作用的结果。甚至你选择努力的那个意愿也被看作是基因的一部分。这等于说，我们所有的主观能动性都不过是巨大因果链上被精确计算好的一个环节。这让人觉得我们根本就不是在活着，而是在被运行。但这种被运行的观点是不是过于绝对了？即便基因和环境确实影响巨大，难道就完全没有丝毫的随机性或个人挣脱的可能吗？它有没有可能忽略了某些我们目前还无法量化的因素？
从古典决定论的视角来看，你认为的随机性只是因为我们掌握的数据不够。如果一个AI能收集你大脑结构、荷尔蒙分泌、所有人生经历的全部数据，它就能预测你下一秒的决定。所以它不是忽略了随机性，而是认为根本不存在随机性，只是人类的认知局限性让我们产生了随机的错觉。这就像爱因斯坦说的，我不知道自由意志，但叔本华的一句话给了我很大启发，一个人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但不能想他所想的事。你以为你想做某件事，但想做这个念头本身可能就已经被决定了。所以古典决定论以其严密的逻辑和对因果律的极致推崇，构建了一个令人感到窒息的宿命论世界。它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引以为傲的自由意志是否仅仅是一种错觉。然而人类对自身命运的探索并未止步于此。一个意想不到的科学领域量子力学却对这种根深蒂固的因果律发起了挑战，为我们的自由带来了一丝曙光。如果说古典决定论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宿命的绝望，那么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发现却像一道闪电劈开了这片迷雾，那就是量子力学。它挑战的不是别的，正是决定论的根基因果律。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在微观世界里，因不一定能确定果。这听起来简直是匪夷所思。我们从小学习的都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量子力学却用一个最著名的实验——双缝实验，告诉我们一个惊人的事实：你的观测或者说你的意识竟然能够直接影响物理结果。这就像你种下一颗豆子，但因为你观察了它竟然长出了一个瓜。这种离奇程度完全颠覆了我们的常识。双缝实验究竟是如何展示这种观测者效应，从而打破因果论的？普通人可能觉得观测怎么会改变客观事实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更直观的方式来理解。想象一下，我们向一个有2条缝的板子发射电子，在我们不看的时候，这些电子表现得像波一样，穿过2道缝后，在后面的屏幕上形成干涉条纹。但只要我们一架设摄像机去看，去观测这些电子，它们就立刻坍缩成了粒子，只在2条缝的后面留下2条对应的痕迹。这就像电子在知道自己被看的时候就改变了行为模式。这意味着在量子层面，事实并非独立于观测而存在，你的意识介入直接导致了结果的改变。这和决定论里一切状态都是确定的前提是完全冲突的。所以如果说决定论把我们看作是预设剧本里的 NPC， 那么量子力学是给了我们一丝希望，让我们觉得至少在微观世界里，我们还有那么一点自由发挥的空间。但反过来想，如果这种效应只在微观世界显著，在宏观世界我们依然是可预测的，那这种希望是不是也只是昙花一现？这正是量子力学带来的新张力，它确实打破了决定论的根基。因果律证明了未来在微观层面并非完全可预测，
但是它又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在宏观世界，我们的大部分行为和现象依然是可预测的，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用量子力学来全盘否定决定论，它更像是在决定论的铁幕上撕开了一个小小的裂缝，让我们开始重新思考意识、不确定性和自由意志的真正含义。量子力学以其独特的视角揭示了宇宙深处的不确定性，并暗示了意识可能对物理世界产生影响。这无疑是对古典决定论的强大冲击。然而，这种微观层面的自由如何映射到我们宏观的意识和选择上，这正是下一个分镜要探讨的。人类意识与自由意志在量子语境下的可能性。量子力学在微观层面打破了决定论的因果律，但我们的大脑和意识毕竟是宏观的存在，那么人类的意识是否依然是可预测的？我们究竟有没有真正的自由意志？在这个问题上，罗杰·彭罗斯的假说给出了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答案，它为我们带来了对抗决定论的希望之光。彭罗斯的假说简直是给被决定论拿捏死的人们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他提出，意识的根源可能并非我们传统认为的可预测的神经元活动，而是深藏在大脑微管中的量子计算。这意味着我们引以为傲的自由意志很可能就来自于量子世界固有的那种不可预测性。彭罗斯的第一个观点就非常颠覆，意识不是神经元活动的产物。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否定我们对意识最直观的理解？因为如果意识仅仅是神经元活动的产物，那么神经元是大脑结构的一部分，是基因决定的，其活动模式在理论上是可预测的。这就又回到了决定论的框架。彭罗斯认为意识的复杂性和非决定性无法仅凭确定性的神经元活动来解释，所以他必须跳出这个框架，寻找一个更深层次、更自由的源头。所以他把目光投向了微观世界，提出了意识起源于大脑微管中的量子计算。这听起来有点像科幻小说，但这种量子计算具体是如何赋予我们自由意志的呢？它和我们日常做选择有什么关联？量子计算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不确定性和非因果性。在量子层面，很多事情在被观测或被决定之前都处于一种叠加态，也就是多种可能性并存。彭罗斯的理论就是说，我们的意识在做出一个决定之前，也可能处于这种量子叠加态，而我们最终的选择或决定就像是对这种量子态的观测导致了它的坍缩，从而确定了一个结果。所以自由意志就来源于这种量子固有的不确定性，它不是被预先决定的，而是由我们的意识坍缩出来的。这确实让人热血沸腾，感觉我们不再是宇宙的 NPC， 而是有了真正的主动权。如果这个假说成立，它对我们理解逆天改命或者说了凡四训这类思想会带来怎样的启发？如果自由意志来源于量子不确定性，那么命由己造，由心生就有了科学哲学的支撑。它意味着宇宙大爆炸之初的数据
即便再详尽，也无法完全预判我们意识深处的量子选择。我们的每一个决定都可能是在坍缩一个未定的量子态。这就像了凡四训说的，通过修心和行为来改变命运，不再是虚无缥缈的愿望，而是基于我们意识内在的不可预测的量子力量。它将我们从被动的 NPC 转变为主动的创作者，从古典决定论的无情逻辑，到量子力学对因果律的颠覆，再到庞罗斯关于量子意识的假说，我们看到人类对自由意志的探索从未停止。这个假说无疑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它让我们相信，在看似被决定的命运面前，我们的意识或许拥有着超乎想象的能量和不确定性。这正是我们真正活着的意义所在。首先，我们看到了古典决定论和量子力学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张力。前者基于我们熟悉的因果律，认为一切都被预先决定，而后者则揭示了微观世界固有的不确定性，从根本上动摇了决定论的基础。而在这场冲突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关键变量的崛起，那就是意识。无论是双缝实验里观测行为能改变物理结果，还是庞罗斯的假说，都指向了一个可能性：我们的意识可能不只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有能力主动参与甚至塑造现实。这就引出了我们最后一个，也是最鼓舞人心的洞察：自由意志的地位在科学的发展中经历了一次颠覆性的转变。它不再仅仅被看作是一种幻觉，而是可能拥有深刻的量子根源。庞罗斯的假说为命由己造这种古老的智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科学哲学知识，把我们从一个被运行的 NPC 提升到了一个拥有选择权的创作者的高度。那么，量子力学到底怎么帮我们改变人生？很多人总是喜欢回顾过去，试图从中找原因，总结教训。但问题是，用过去的思维模式去解决老问题，只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就像你一直陷在负面情绪中，反而会越陷越深。因为人一旦习惯痛苦，就会对它产生成瘾性。要打破这种循环，我们需要启动一种更高级的能力——精神力量。你可以通过正念冥想、潜意识引导、视觉化等方式，把你想拥有的未来提前带进你的身心体验中。当你真正感受到那种我已经拥有的状态时，你的能量频率就会发生变化，宇宙也会开始为你匹配相应的现实。这就是量子物理中的波粒二象性告诉我们的：观察本身会影响结果。换句话说，你看见的方式决定了你成为的样子。记住一句话，你不需要等到成功才快乐，你要先快乐起来，再去迎接成功。因为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来自外界的认可，而是从内心散发出来的坚定和喜悦。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我既是观察者，也是创造者，让这句话成为你改写生命剧本的印记。你的留言不仅是为自己许下的承诺，
也会与所有留下同样宣言的灵魂产生共振，共同创造一个强大的正向量子能量场。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